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咧，我哋開一部幾特別嘅車，亦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個特色嚟嘅。咁啊，有一種車咧，正所謂太遠唔去，太近唔去，太塞車唔去，太斜路唔去，太多人唔去，太多行李唔去，有輪椅唔去，過海唔去，係咯。仲有啲咩啊？我都唔知數咗咩。總之我練咗好耐啦。咁嘅一部車，咁呢部就係紅色跑車香港的士啦，就係我哋嘅紅色的士啦。咁啊，亦都係 Tommy Tech 啦。咁啊，第一次喺我嘅影片 list 入面出現嘅一個牌子啦。咁今集咧，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一部車嘅神秘力量，正所謂紅色跑車總是帶着神秘啊嘛，係嘛？咁啊，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嗱，喺講呢一部車之前咧，我哋又講下香港的士嘅背景資料啦。咁其實當年咧，豐田就喺1979年咧踏入香港市場啦，而最早期嘅型號就係皇冠嘅 LS80系列啦，非常醒目嘅。咁但係因為其實當中有好多基建上咧就未完善啦，以及故障率比較高啦，咁喺同年8月咧就停產咗啦。咁中間咧過渡期之間亦都有唔同牌子出現啦。咁直到1997年嘅時候咧，豐田嘅總代理咧就引入咗15部嘅豐田皇冠石油氣版嘅的士啦，喺香港嘅街道測試啦。咁啊代號為 YXS10嘅。咁啊，亦即係我哋平時喺街度見到嗰一款啦。咁直至到1999年嘅時候咧，石油氣的士咧就真係正式喺香港大量咁採用啦。至於你問我點解一開始會使用呢個皇冠的士咧，我就真係揾唔到出處啦。咁只不過咧，中間亦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小改款啦。咁啊，包括有一啲沙板嘅位置加咗指揮燈啦，車尾燈亦都有唔同嘅款式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喺2004年嘅時候咧，就冇再引入呢個棍波板啦。咁啊，全部一律採用自動波板啦。咁相信咧，日後咧會越嚟越少嘅。點解咧？而家大部分市面嘅的士咧都開始陸續轉用呢個俗稱嘅小路寶嘅的士啦。咁啊，日後咧可能已經係混能嘅，甚至係電嘅時代啦。咁啊，呢一款的士咧，石油氣的士會逐漸式微嘅。咁好啦，我哋一齊嚟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已經見到呢一部車啦。咁正所謂紅色的跑車，總是帶着神秘啦。咁啊，少少講一啲簡單嘅嘢啦。咁可能有一啲外國嘅觀眾咧嚟到，即係如果去到香港會見到唔同顏色嘅的士啦。咁簡單講講啦。咁啊，香港同九龍咧就會用而家我哋眼前見到嘅呢一款紅色的士啦。咁新界就會用綠色，大嶼山區就會用藍色嘅。咁今次我買呢一款咧係紅色嘅。咁啊，亦都真係。你唔講都唔知，市面上大部分嘅的士咧，其實都真係都幾 legal 嘅，因為咧佢哋可能炒過或者損壞過啦，咁啲色其實基本上係唔同色，雖然都係紅色啦，咁令到我咧喺揾相片嘅時候咧，其實都揾唔到一架完全即係100%嘅一架全新狀態嘅的士係點樣嘅。咁我甚至咧有去過啲的士公司門口睇下有冇的士啦，咁都係價格唔同色嘅。咁啊〜作準嘅話咧就比較難啲啦，咁但係咧只可以咁講，有90%呢隻色係非常之正確嘅，成個設計方方正正啦，呢架 YXS10嘅系列啦，咁亦都係舊款的士嘅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設計啦。咁啊，細節上面咧，車頂部分咧，亦都令我睇到原來佢嘅星光銀嘅呢一種銀色咧係咁樣嘅，因為市面上嗰啲咧好多都已經曬到咧烏哩馬查咁樣噶啦。咁啊，經過咗呢一個表達之後咧，就睇得清楚，原來係一隻星光銀嘅顏色嚟嘅。咁啊，亦都揾唔到相關圖片，因為個個都唔同色噶，只可以相約嘅啫。係啦，咁啊嗱。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第一點，我哋會睇到嘅當然就係整體前部分嘅結構啦。咁
真係如果唔係 Tommy Tech 咧，都睇唔到一架全新的士嘅狀態係點嘅。首先我哋睇嘅第一部鬼面罩嘅部分，鬼面罩咧原來真車咧有分幾種嘅，我後期先知，我估應該係啲的士大佬咧見到呢一個位置已經氧化晒，所以直頭噴咗啞黑色嘅。原來全新嘅狀態咧係一個電鍍嘅銀色飾件啦，非常之有一個高級感覺啦。logo 亦都俾咗你喺個中間位置嘅。咁兩邊嘅頭燈嘅部分呢，亦都有見到兩盞非常之精靈通透，而且個透明質感呢非常之豐富，我自己好中意佢呢一個清晰度啊，真係可以好清晰見到裏邊燈膽啦。咁但係呢，如果日後呢一啲位置咧有翻啲直間紋呢，咁就更加原汁原味，還原到的士應該要有嘅嗰個細節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就係頭下面頭泵把嘅部分啦，真係如果你唔講我都唔知，原來頭泵把係可以改變架車嘅前期同尾期嘅，尾期入面嘅內格會有少少唔同咯。咁前期咧就會有翻個指揮燈設計嘅，唔係呢個係霧燈嘅設計嘅，啱啱講錯啊，霧燈嘅設計嘅。咁喺尾期咧就掹咗嘅。咁啊呢一度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但係咧，如果呢一啲位置係一個水晶件咧，成個感覺就再正好多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唉，佢有啲位置如果再做得明顯啲。你話呢架紅色跑車係幾咁正呢？嗱，咁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呢一個 tag 啦，呢個貼紙位置啦，亦都依然有做到。呢一個係我哋香港嘅4座位嘅一個法例啦，咁啊唔可以坐多過4個人嘅。咁另外啦，作為一架經典嘅紅色跑車呢，當然唔少得嘅就係3張驗車紙嘅啲行車證啊嗰啲嘢咧，全部放晒喺度嘅。咁呢一度呢。Tommy Tech 係有保留到嘅，咁但係如果佢日後咧可以加少少字啊，或者點樣都好畫個龜上去咧，成個質感就會冇咁單調咯。而家感覺就好似3格白色嘅嘢，唔知怪怪地咁樣咯。但係我都 OK 噶啦，收貨，因為始終紅色的士係我哋香港好有象徵嘅一個的士款，而且呢一款更加係啦。嗱，啱啱都有講過啦，經過咗引入咗之後，做咗一個小修改之後咧，前沙板嘅部分咧會有翻個指揮燈以及一個環保的士嘅 logo 啦。咁清晰度亦都相當唔錯嘅，攞放大鏡亦都睇到個 logo 裏面啲字係咩嚟嘅，係啦。咁大致係咁啦。咁啊嗱。最後啦，咁其實呢個銀幕真係超大嘅，我覺得佢嗰個清晰度係好夠，可以令你咧喺個視點上面做到冇乜死角。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好。呢架車嘅特別之處就係呢個令到啲的士大佬咧揸車非常之好快啊，係啦。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又講下車側嘅部分啦。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佈局嚟講咧，可以經過 Tommy Tech 嘅一個叫做精細嘅還原啦，可以睇到咧車尾同埋車頭嘅佈局咧非常之平衡之餘咧，座位嘅分佈咧亦都較為自重嘅，成個感覺咧就好似一個盒咁樣啦。咁但係咧又帶少少圓潤嘅感覺嘅，咁啊後面嘅容積量咧可以話係相當強勁啦，仲即係其實咧我又咁睇。搞笑啲咁講，如果佢有埋自己自製咗條繩啊，成個感覺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啦，亦都講下佢個座位啦。咁以前啲座位真係爛到好似俾狗咬咁啦。咁佢近呢2-3年咧，真係好咗好多噶啦，成個感覺。而喺結構裏邊咧睇得出嘅。咁啊，呢一啲位置咧係清晰可見啦。咁嗱，值得留意嘅咩部分呢？當然就係車頂嘅部分嘅。車頂佢呢一隻銀色嘅星光銀嘅金屬粒子，非常之幼滑，而且乾淨利落嘅，令我覺得，咦，原來 Tommy Tech 都可以做到啲粒子咁幼嘅嘢，唔淨止係做一啲較為粗。因為有啲人就話喂，佢唔表達唔到嗰個銀色，咁但係睇翻真車呢，佢係真係有咁幼滑嘅一個感覺嘅。咁呢一度呢 Tommy Tech 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佢有個小心思嘅位置做得到嘅。我有觀察到咧喺後面沙板嘅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佢唔係一條直間嘅，佢有微微咁翹起之餘咧，喺後面收尾咧係轉咗入去啦，而且係扯高咗嘅。咁呢一啲位置咧可以睇到 Tommy Tech 嘅細心啦，呢一度做得非常之工整，好靚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啦，話骨感線條啦，咁其實的士都有骨感線條嘅，只不過佢因為交通工具嚟噶嘛，冇理由做到三尖八角噶嘛。咁啊嗱，會
因為呢隻油咧都噴得比較薄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實從反光位置會見到咧，佢係有一條我哋叫做閘骨線啦。呢條線咧係車身嘅律動線條嚟嘅，係由車頭去到車尾有一條直線直不甩嘅，睇得到嘅。咁呢度相當之唔錯啦。咁今次咧 Tommy Tech 咧另外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咧就係喺呢個車頭嘅車頂部分嘅的士牌呢個燈啦，的士燈啦。咁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朋友咧，我上網去睇咧，其實都會見到咧有唔同花款嘅。咁我自己就中意以前嗰隻波浪形嗰隻會靚啲，比較有日本 feel 啲嘅。咁而家用咗呢隻都 OK 啦，咁都唔錯嘅。咁嗱，另外車鈴嘅部分啦，大家都知道啦，喺市面上有90%嘅車鈴咧，你見到每一架的士嘅車鈴咧都係唔同嘅，甚至我見過有一架咧係裝咗 BBS 啦。咁當然我唔知究竟佢堅定流啦，咁但係都好誇張嘅嗰架改裝的士，我都係坐過一次，好鬼正嘅入面嗰個人。係啊，咁嗱，做得唔錯嘅，非常之好嘅個細節，尤其喺呢個5星鈴嘅凹陷位，其實佢每一隻鈴咧嗰個凹陷度裏邊咧都有少少輕微有一個窿嘅，咁呢啲位置咧做得非常之平均，唔錯嘅。咁其實咧另外一樣嘢我都好想，即係如果 Tommy Tech 嘅廠商睇到咧，即係如果你做香港的士咧，最緊要係咩？有個標嘛，咁你裏邊都冇咗個標位，我覺得呢個係最可惜嘅位。作為一個我哋香港好多個的士咧會冚旗落旗嗰個標誌性嘅嘢係一定要有啦，咁但係呢度就爭咁啲啦。我最中意睇住嗰啲的士冚旗乜都唔去嗰個樣，真係好正噶嘛。係啊，好啦，我哋嚟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整體成架的士入面最多細節嘅部分咧，就處於喺車尾嘅部分，亦都可以睇到Tommy Tech 佢自己嗰個功架去到邊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啦，車尾燈其實經過咗睇翻真車圖片啦，其實咧佢係有多格式嘅設計嘅，差唔多有5格式嘅設計啦。咁呢一度咧 Tommy Tech 係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甚至連啲燈膽位置咧好接近之前我睇 Kaido House 嗰款 NSX 嘅感覺，正方形入面嘅每一粒燈膽咧睇得非常之清楚，而且佢係安裝位置咧亦都收得非常之靚，睇唔出佢有任何嘅位置嘅。咁下面嘅剎車燈啦，甚至倒車燈嘅位置啦，個透明度得嚟咧係有帶有少少銀色嘅質感，呢度亦都做得非常之靚嘅。咁最後一樣嘢啦 ，logo 唔使講啦，呢啲位置佢全部都係印上去噶啦，咁呢啲都係做得到嘅，咁唔多講噶啦，基本要求啦。咁最後一樣嘢啦，死氣喉呢度咧，其實我就覺得佢有點而爭啲咯，因為其實你都嚟到2024年啦，咁我仲見到一支嘢嘅感覺咧，呢個感覺係非常之感覺成個質感有下降嘅感覺咯。如果佢呢度換翻金屬喉嘴，或者佢做翻通窿都好啦，咁成個感覺就會再靚仔好多。我都知佢條喉好幼，咁但係你冇理由幼到得翻支嘢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另外最後值得一讚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整體嘅玻璃嘅通透度質感，可以話係真係一等一嘅設計嚟嘅。用呢一個角度可以用玩具嘅呢一個角度可以睇到，其實整體嘅視點係非常之通透明理，亦都令到你睇得非常之多嘅。而且佢嘅車頂亦都非常之高啦，令到你可以睇得好多唔同嘅位置啦。亦都最後一樣嘢啦，以200蚊呢個質素嚟講，大家一定會有唔少朋友都會話：哇，200蚊買款咁嘅車你唔買啊？哇！咁但係又咁講，如果唔係呢一部車一出，你根本都唔知道一架的士原本出廠嘅時候個樣係點嘅。咁第二樣嘢，未來呢一款車亦都越嚟越少啦，可能全部變晒小路寶，咁呢架車就唔會再出現噶啦。一個非常之值得收藏嘅一款式啦。咁最後一樣嘢就因為佢用咗拉釘，咁冇辦法啦。如果用咗拉釘咧，我都睇唔到內部嘅結構啦，亦都唔想去破壞佢嘅質感啦。咁最後一樣嘢啦，手拉嘅拉手掣呢個位置咧，亦都有做到嘅。咁呢啲位置咧，我自己覺得咁睇啦，開門位置做得細緻嘅，你真係冇睇少喎。咁呢啲位置亦都係做得相當唔錯嘅。好啦，咁我哋去直接進入可購買指數啦。
好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呢，我會俾佢8分啦。大家都會話200蚊呢個價錢非常之貴，但係對於我哋作為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香港人嚟講，梗係要儲翻價啦。因為未來會越嚟越少呢一款的士喺市面上出現，而取而代之嘅就係電動化，例如甚至有啲國產嘅車，即係國產的士引入，可能亦都。我哋慢慢會越嚟越見唔到香港嘅我哋全世界態度最好嘅的士司機啦，咁啊換成一啲我哋叫做兩岸三地嘅一啲的士大佬啦，咁啊呢一款車非常之值得去儲嘅，咁啊當然啦喺內部結構上面有好多地方可以再精細化啦，咁但係都係講一句啦，情懷呢一樣嘢係。真係可以秒殺你好多嘢嘅，可以冚過好多缺點嘅。咁同埋呢一部車咧，亦都作為我哋香港嘅一個重要嘅交通工具之一啦。咁啊，令大家用呢一部車去了解一架紅色的跑車嘅歷史係點樣啦。係啦，咁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咗呢一部紅色跑車啦。咁啊〜最近亦都鬧得非常之犀利嘅就係的士又加價啦，咁啊甚至有的士講話佢話全世界最平嘅的士啊嘛，係嘛？咁啊即係我自己親身搭過的士咧，其實我對於的士嘅觀感咧就即係都好一般，因為曾經都試過唔同嘅類型啦。大家不妨留言話我知你曾經搭過嘅的士有啲乜嘢？你覺得衰嘅出現，又或者有啲咩好嘅嘢出現呢？不妨留言話俾我知，我哋都可以去 share 下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訂閱我個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